黑马剧《九重子》22日迎来超前点映，用女主孟子义的话说，播得实在太快了。但对于剧粉来说，这种剧情节奏快、不停更的剧看的是真爽。最后几集高开风走，前面埋的坑都填上了，结局也没有烂尾。导演曾庆杰的撑劲功底，吊打了内娱很多一线名导，后5集里的名场面数不胜数。这边男主宋墨被反派关进大狱折磨昏迷，那边怀孕的女主为男主奔波操劳累晕，两边镜头来回切，光影交错，两世重叠。在逆光的小巷中，两人互唤对方的名字，男主一个华贵，与女主深深相拥。前世小汪公公射出的那支一箭穿心的箭再度飞来，这次男主徒手接住，在箭头触及掌心的那一刻，羽箭化成了漫天飞舞的九重子花瓣，宿命感拉满的背景音乐适时响起，前世今生的深深羁绊，二人互为因果的托底交付，终究逆天改命，让羽箭化为花瓣。这一段看得人头皮一麻，导演不单单是会把镜头拍得唯美，还升华了剧情。华贵几乎是曾导的特色防伪，他的很多短剧里都有这个经典设定，但华贵与华贵又不同，增加了一些创新，不是生搬硬套，而是紧贴剧情。另一个让人灵魂一震的名场面是丫鬟七侠从疯癫中醒来，还原男主宋墨母亲被害前藏信的画面，同样是时空重叠，一边是忆当年，一边是昨日情景重现，是国产剧中少有的叙事表现手法，像倒叙又像插叙。总之不是传统剧里答案揭晓时的娓娓道来，新旧时空切换转场，演员情绪层层递进，悬念落地之后，观众跟着一身鸡皮疙瘩。这一段戏导演的叙事能力和镜头语言都让人拍案叫绝，演员的表演力也让人眼前一亮。屋里的那段回忆情节，演员一人分饰3角，疯癫前的他、现在的他，以及这段逼疯他的回忆里的当事人宋母，没有多少分镜，无实物表演，光是那个走位就够演员钻研很久了，配角也很有高光时刻。剧一播完，大家就开始搜索七侠扮演者的信息了。原来她叫曾姿叶，2002年出生的女演员，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，目前正是该剧的出品方耀客传媒旗下的艺人。九重子是耀客今年的一部压轴戏，虽算不上大制作，但也是众星云集。老板娘张萌是该剧的制片人，没有人愿意演的坏女人角色，及女主的后妈王映雪，跟其他耀客投资的剧一样，由她自己顶上了。九重子的人物群像拍得很好，哪怕只有一场戏的丫鬟都有自己的人生镜头。也正因为导演会拍，会调动演员，这次张萌带的自家6个艺人，因为出演这部剧本来就火的人气更上一层楼，是新人的也混了个面熟。除了曾姿叶，剧中男3宋汉的扮演者严安，女3窦明的扮演者李百惠，陈家的扮演者朱俊霖，皇帝的扮演者谭凯，赵思的扮演者田雷，都是耀客的艺人。宋汉是男主的弟弟，彻头彻尾的反派，不过他天崩开局的出身很难不长歪，很多观众表示自我带入他的处境，很可能比他好不到哪里去。严安长相很现代，古装有点不好看，刚上线的时候很多观众吐槽过他的颜值。另外他的戏份好像对剧情的推动也没有什么实际性的作用，尤其是与女二苗苏的感情线，第28集左右浓墨重彩的写这一对副线，两位演员的演技平平，本该锦上添花强化人设的戏被演得毫无张力，导致很多人弃剧。不过最终安素大义灭亲，又挽回了一波口碑。不管怎么说，扮演宋汉的严安也因此脚崭露头角了。谭凯扮演的皇帝，前面窝窝囊囊几十集，到最后大结局才知道，原来他下了一盘大棋，给太子扫清了所有障碍，一切尘埃落定。他深知自己油尽灯枯，把唯一的解药给了宋墨，也让观众弥补了之前莲花楼的遗憾。谭凯与张萌交情匪浅，14年前二人合作过《神话》，一个演项羽，一个演虞姬，许是因为这层关系，如今谭凯签约张萌老公的耀客传媒，二人继续做同事。公司投拍的《梅花红桃》《大伯义》等剧也均有二人的身影。剧里饰演张萌女儿窦明的女演员叫张百惠，戏外二人是领导与下属的关系，但长得竟然还有点神似，演母女再适合不过。窦明上一世是坏蛋，这一世乖巧可人，却输在了恋爱脑上。他领盒饭的戏也是他的高光时刻，男人在外花天酒地，他在他的不远处被人伤害，他却始终没有回头。98年出生的李百惠是中戏科班生，童星出道的他演技不俗，两世不同的人设被他演的面相都变了。此外，演女主舅舅的赵思也是耀客大礼包里的一个惊喜，很多人把他和吉吉国王刘冠霖认错了，其实他叫田雷，演过新版周伯通，演过安家、大江大河等众多热播剧。搞笑的是，他明明是1984年出生的，这次也被归到了老头101阵营里。还有陈家也是耀客人，陈家上一世是庆王阵营的，这一世在宋墨入狱时倒戈，还有点担心他跟表姐无缘了，还好最后他还是站宋墨这边的。耀客的眼光独到，投的这个剧本不算大 IP， 但有悬念有起伏，还大胆启用短剧导演曾庆杰，各方面都到位了，在大肆宣传一波，一下子就火遍全网了。而随着剧的爆火，打包带的6位艺人也吃到了角色红利。九重子里老头的数量大多让人脸盲，青年帅哥也不少，
从剧中角色的形象塑造来看，每一位帅哥都独具魅力，唯一让人 get 不到帅点的是剧里延安扮演的男三宋汉。宋汉是男主的弟弟，戏份不算多，但是一个举足重轻的角色。他表面上伪装成一个人畜无害的歌控，实际上为了坐上世子之位干了不少坏事。人设本身就不讨喜，演员的扮相也奇奇怪怪的，乍一看觉得有点爆看，认真看还是觉得不行。脸型不太流畅，鼻子太大，眼间距有点宽，五官在一张小脸上显得很局促。对比其他的角色，他显得有些格格不入，尤其是哥哥长得眉清目秀的，他却长得很钝。人物设定是后期才黑化，导演每次会给他一些隐晦镜头，但他一眼看上去就不像好人，根本无需铺垫。从弹幕和网上的评价来看，觉得他不适合这个角色的不是一个两个，有人吐槽他的扮相丑，有人直接说他是带资进组。当然，导演是会挑演员的。当他剧中的生母一现身，观众纷纷表示两人长得挺相像的，真像亲生的。而说到带资进组，延安是耀客传媒旗下的艺人，该剧是耀客出品的，他的老板娘张萌自己也参演了。他作为公司艺人，演自家公司的剧自是情理之中的事。不过到目前为止，该剧带给他的是负评比较多，特别是颜值遭到了很多人诟病。但随着剧的爆火，延安的底细也被扒了个底朝天，不扒不知道，一扒才知道戏外他也是一个有棱有角的帅哥。首先184厘米的身高就很容易有氛围帅，从小学习跳舞的身段也非常柔美，又练了一身肌肉，穿上紧身 T 恤宽肩细腰，妥妥的双开门身材，是古装戏服约束了他的魅力。也怪导演没有给他安排一场沐浴的戏份，不然就冲这身材，谁会说他丑？网友看罢他秀身材的短视频后瞬间变脸，调侃汉帝你早脱啊，看这是给闹的，多不好意思啊。靠着紧实健硕的身材，他成功的躲过了一波网暴。搞笑的是，斗老五的扮演者王同辉也想靠身材拉回点好感，结果越努力越心酸，网友嘲笑老五肋骨外翻。瞧瞧，如今要演个反派，还得先练一身腱子肉才行。再看延安的现代造型，其实也挺出彩，刘海耷拉修饰了脸型，高挺如峰的鼻子显得没有那么突兀了，整体看起来五官立体，还是一个睫毛精，帅得很有辨识度。就说嘛，能从练习生入行，颜值这一块肯定是不会太差的。直播时的动态视频看着也挺清俊，还挺健谈的。分析起宋汉这个角色来，头头是道，看来是下了一定的功夫的。有人说他可能是不适合古装，事实上他是挑造型，汉的那个头套太紧实，五官一点遮掩都没有，鼻子大本身对古装就不友好。导演或许是想拍他的长睫毛，剧中给了他很多俯拍镜头，却更加暴露了他的古装违和感。英国公去世他跪在灵堂前的那个造型，加了帽子后脸型看着也流畅很多。果然要想俏，一身笑，加上前面铺垫的钱不多了，黑化在即，人物色彩呼之欲出。这几个镜头堪称宋汉的人生镜头。